你知道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什么天才人物的、免费的、公共领域的、连青少年都可理解的专利技术，能让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利用这些从零到一新技术的公司或个人，通过提供人们新产品和服务，财富相应将会暴增，或许可以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或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吗？大家好，我是小资，今天我们来聊尼古拉特斯拉的电动车以及它免费的自由能源专利技术。我说的不是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而是早在20世纪初，交流电之父、电气时代的真正先知，美籍塞尔维亚裔尼古拉特斯拉研发的自由能源电动车。然而，它至今对世人仍然是一个谜。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免费的、自由的利用尼古拉特斯拉的自由能源专利技术。在电动车和燃油车激烈竞争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呢？几个月前，我作为一名股票投资者，曾写信给一家电动车公司的 CEO， 建议他不如将资金投入到自由能源的研发，而非耗资巨大的建设充电或换电站。如果这位电动车厂商能够成功地应用特斯拉的自由能源专利技术，就如苹果智能手机应用 WiFi 的关系一样，这位 CEO 或许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复。我知道在他眼里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往往只有相信的人才能挖到金矿。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都市传说中尼古拉特斯拉自由能源电动车的故事。在当时，也就是20世纪初，由于这些技术过于超前，超越当时甚至我们当代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它只是谎言，甚至是骗局。真的是这样吗？特斯拉的助手亚瑟·马修斯从1902年起就为特斯拉工作，直到1943年特斯拉过世，曾与特斯拉共事41年。马修斯提到，特斯拉早在1897年就制造了一辆电动汽车，这辆车从纽约市到纽约州布法罗的旅途中，平均时速达到了惊人的94英里每小时。这辆电动车的发动机是一台小型交流电机，转速为每分钟1800转。它不使用蓄电池，而是使用特斯拉发明的特殊原电池。原电池唯一失效的部分是负极板，当负极板磨损时，即使是小孩也能在几秒钟内轻松更换。当这种电池安装在电动汽车上时，一次续航里程可达500英里，然后才需简单维护。当电池确实需要维护时，只需花费10分钟即可解决问题。备用零件呢，都存放在后备箱中，足以支持电池全年正常运行，无需停靠任何服务站。一位航空工程师德里克·阿勒斯于1967年9月采访了彼得·萨沃。萨沃说他是特斯拉的侄子。萨沃也说，1931年特斯拉曾带他去纽约州布法罗，并给他展示了一辆改装后的皮尔斯艾罗汽车。当时专精生产豪华高端汽车的皮尔斯艾罗公司的总部就在布法罗。特斯拉移除了汽油发动机，换上了一台由宇宙能量接收器驱动的无刷交流电动机。这辆车行驶了大约50英里，速度高达每小时90英里。萨沃还描述了一些细节，比如电动车装有80马力无刷交流电机，它的最大电机转速为每分钟1800，并使用了风扇冷却。对于宇宙能量接收器，它是由一个长约25英寸、宽约10英寸、高约6英寸的盒子组成，内部装有12个无线电真空管，并连接到一根6英尺长的天线上，还有2根杆，长约3英寸，直径为1/4英寸，从盒子中伸出，并配有电压表和液压表。
展示行程结束后，特斯拉就取走了他的宇宙能量接收器。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是否值得怀疑呢？20世纪初也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想象力的时代。1902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都报道了一位西班牙工程师克莱门特·菲格拉斯，他声称发明了一种无需燃料的发电装置，而特斯拉在给《世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约翰逊的信中提到，自己也已经发明了一种类似的装置。这一信件以及简报至今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没有电脑的时代，特斯拉有让秘书收集整理相关简报的习惯。特斯拉在76岁前夕的一次采访中曾表示，我致力于利用宇宙射线的研究和应用超过了25年。现在我可以说，我已经成功地驾驭了它，并驱动了一个动力装置。这次采访刊登在1932年7月10日的布鲁克林鹰报上。在访谈中，特斯拉说，宇宙射线研究是与我息息相关的课题，我是第一个发现这些射线的人。自然的，我对它们有一种轻如骨肉的感觉。我提出了宇宙射线理论，并且在我的进一步研究当中，我都发现它是完全合理的。访谈文章作者欧莱尔成功说服了特斯拉，让他告诉一些有关他宇宙射线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特斯拉说，让我简单的告诉你吧，宇宙射线是空气电离，释放出许多电荷、离子和电子，这些电荷被电容器捕获，然后通过发动机电路放电。但是特斯拉认为，他当时能在该装置中开发的能量微不足道。他说，我希望大规模生产我的发动机，但是当前的种种情况并不利于实现我的计划。1933年，特斯拉在《纽约美国人报》中再次声称，他发明了一种利用宇宙能量的装置。这种新力量来自于运行宇宙的能量，就是宇宙能量。而这种能量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无限量获取。通过这些报道，特斯拉是不是佐证了都市传说中宇宙能量接收器驱动汽车的可能性呢？从上世纪初就不断有人受到特斯拉关于从大气、地球磁场或宇宙中提取能量的思想启发，并尝试开发出相应的装置或设备。托马斯·亨利·莫雷是特斯拉同时代的美国发明家，他受特斯拉技术的启发，在20世纪20年代就声称发明了一种从大气中提取电能的系统，称为辐射能接收器。1925年，莫雷向一些工程师展示了由圆柱金属管、接地棒和天线组成的能量接收器。布鲁斯·德珀尔玛是美国物理学家，1958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了15年物理学。1977年，他发明的自由能源设备 N 机器 Ember 信，通过有趣的组合，将惯性和磁极化的效应结合起来，直接从太空中提取电能。亚当·特朗布利在1989年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展示了他的自由能源发明。他声称他的设备通过模仿地球磁场的机制，能够从零点能量场或宇宙能量中提取自由能源。还有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马克思·洛汉，他在13岁时就声称，他只花了14美元，利用咖啡罐、金属线、汤勺等等，就研发出了一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能量的能源采集器的设备。其实有传说，特斯拉也仅仅从收音机店里购买了一些器材，就组装了他的自由能源电动车所需的宇宙能量接收器。也许看似高深的宇宙能量采集技术，一旦被理解，实现起来并没有那么难呢。以上这几位发明者都深受特斯拉的影响，
他们的努力和发明证明了从宇宙、太空、从环境、磁场或零点能量场等非传统方式获取能量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发明没有被主流科学界全面验证和接受，也没有被商业化。所幸的是，现在的发明创新时机应是更为自由、更加广阔。不过，如果你真的做出了自由能源接收器或驱动装置，就不要宣传，也不要申请专利，直接与厂商接触，让它成为商业机密，直接商业化。等待大量生产和销售后，然后申请专利，你也将会像 ChatGPT 一样一鸣惊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特斯拉的自由能源专利技术。在特斯拉的众多专利中，1901年他获得的辐射能量利用装置专利，专利号为 US685957，尤为引人注目。特斯拉在这个专利中论述，某些辐射，例如紫外线、阴极射线和伦琴射线，具有使电导体带电和放电的特性。当这些射线照射到带负电的导体上时，放电现象尤为显著。我的申请基于我的一项发现，即当这种类型的射线或辐射照射到连接到电容器一端的绝缘导电体上时，电容器的另一端通过独立的装置接收或转移电能。只要绝缘导体暴露在射线下，电流便会持续流入电容器，并在特定条件下导致电容器的电能无限累积。经过一段时间的射线作用后，这种能量可能会以强力的发电形式释放出来，而我们就可以小心地利用了。此外，特斯拉最著名的发明之一是他1888年获得的电池电动机专利，专利号为 US381968。这项发明利用了旋转磁场的原理，提供了优化的机械能电转换和传输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实现了高效的电能传输，并成为现代电力系统的基础，推动了电力工业的发展。很显然，特斯拉在他的自由能源电动车的发明中用到了他的专利技术。可惜的是，他的宇宙能量接收器随后在辗转中不知所终了。特斯拉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化石燃油车和电动车竞争激烈的时代。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记录，在美国，自从第一辆电动车于1890年左右成功问世，到1900年，电动车达到鼎盛时期，占道路上所有车辆的1/3左右。在接下来的10年里，电动汽车继续保持强劲的销量。然而，1908年，亨利·福特开始批量生产的 T 型车给电动车带来了沉重打击。随着德克萨斯州原油的发现，汽油变得便宜，即使在农村，美国人也可以随时获得汽油。相比之下，当时城市以外的美国人很少有电。最终到1935年，电动汽车几乎消失了。当然，特斯拉的自由能源电动车一定会触动当时多个集团的利益。压制自由能源的阴谋论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不断流传了。时间关系，这里我也就不展开了。此外，尼古拉·特斯拉的无线电力传输技术是他众多创新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发明，并拥有多项的相关技术，旨在通过电磁波实现无需电线的电力传输。特斯拉认为，利用地球本身作为导体，电力可以通过地面或大气层远距离传输，从而推动无线电力的广泛应用。在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特斯拉进行了许多相关实验，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实验。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大型的特斯拉线圈，尝试通过地面传输高频电流，
特斯拉的宏伟设想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无线电力传输网络，使电力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传输。特斯拉在1921年的一次采访中描述到，电力可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实现无线传输，用于各种商业用途，例如家庭照明和飞机操作。我已经发现了基本原理，接下来就是将它们投入商业化。完成这一目标后，您将能够前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山顶、鸟瞰您的农场，还是北极地区，亦或沙漠，只需安装一些小型设备，就可以获得烹饪所需的热量和照明。这种设备将能够装进一个大小不超过普通行李箱的携带包中。特斯拉在研究埃及金字塔后，选择在纽约长岛建造了巨大的沃登克里夫塔。该塔的设计目的是通过无线方式向全球传输电力和通信信号，但由于资金问题，这一项目最终未能完成。关于世界各地金字塔的故事，我们将专门讲述。现代电动车依赖充电桩或换电站，然而尼古拉·特斯拉的无线电力传输概念为电动车提供了几种全新的无线充电方式。远程充电，借鉴特斯拉无线电力塔的概念，可以设想在城市中建立无线充电站，提供远距离无线充电服务。道路充电，基于特斯拉的地球共振理论，可以设计一种利用道路本身作为导体的无线充电系统，使电动车在行驶中自动充电。感应充电，基于特斯拉的电池感应的研究，可以开发高效的短距离无线充电技术，通过电池感应或谐振耦合的方式为电动车充电。电动车厂商所需做的是设计出新颖、美观、现代的智能能量接收器，就像智能手机接受 WiFi 信号一样，为电动车实现便捷、全方位的无线充电。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免费的使用特斯拉的无线电力传输相关专利。这些专利进一步阐明了无线电力传输的理论和设计，提出了利用地球的电容或电感的概念，发明了通过自然介质，如地球或大气，来无线传输电能的装置或设备。尽管尼古拉·特斯拉关于自由能源的创新思想，在许多现代科学家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历史值得我们回顾。100多年前，每个人都坚信比空气重的机器不可能飞行，认为这违反了物理定律。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所谓专家的共识。这位眼光如注却目光短浅的美籍加拿大天文学家、数学家，也是科幻小说家的西蒙·纽康，曾在1901年断言，没有任何已知物质、已知机械形式和已知力的组合能够构成一种实用的机器，让人类在空气中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幸运的是，一些人，比如莱特兄弟，并不接受这种终极理论。仅仅2年后，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受控持续动力飞行。因此，纽康的观点被打脸了。如今我们认为重于空气的飞行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正统的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对自由能源技术的看法，是不是与当年对航空器的质疑类似呢？因此，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完全可以实现，所需的只是勇于想象并专注于付诸实践，才能开辟一片新天地。希望你的家人或朋友正是那个勇敢的有心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从古到今，由于人性弱点的驱使，有权势的人常常用谎言控制群众，并压制对其有利益冲突的技术发展，这使创造力强大的特斯拉成为目标。特斯拉对其母亲感叹道：“这些年，我为人类服务，得到的只有侮辱和羞辱。”尼古拉·特斯拉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人类现代化的进程铺路。他不分昼夜思考和创造，每天只睡2小时，
没有周末和节假日。虽然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品味讲究，但终生未婚。他说：“我被认为是最勤奋的人之一。如果思考等同于劳动的话，也许我确实如此，因为我几乎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投入其中。”特斯拉是一位充满奇思妙想且多产的发明家，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约300项专利。不过，特斯拉的一些发明并没有记录在案，也没有被纳入专利保护范围，甚至有些专利被隐藏了起来。现存的数据显示，至少有26个国家授予了特斯拉278项专利。特斯拉也曾感叹道：“我有数百项发明，但由于种种不幸，我无法为他们申请专利。”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专利保护期限从申请日算起为20年。因此，所有特斯拉的专利早已进入公共领域，即使他们曾享有版权保护。特斯拉去世也已超过70年，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的专利和作品。这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列出的特斯拉专利清单，说明 MIT 也在研究他的专利技术。希望大家多多研究特斯拉那些远远超越时代的技术和思想。这些技术和思想需要我们几代人去消化，而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在那里你一定能够挖到金矿。特斯拉是一位天才，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电力工程师、实验物理学家、发明家，他也是一名哲学家、预言家，并深入探索了人的心灵维度。在1900年，特斯拉就指出，在所有阻碍人类进步的摩擦阻力中，最大的阻力是无知，这也是佛陀所称的世界上最大的恶。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和人类多样化元素的融合，才能减少由无知带来的摩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特斯拉这位20世纪最具创造力和最具神秘色彩的人，请订阅我们，我们将推出更多与他相关的视频。正如特斯拉所说，虽然我们可以自由思考和行动，但我们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联系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可以感受到。您的支持、订阅、点赞、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飞翔入海洋，尼古拉特斯拉，追逐无限的电光。他看见地球如无边的浪潮，能量流动，自然在绽放。他低于星辰，愿终生至少。我要点亮这世界，让光芒燃烧。他说让能量自由飞翔，从高山到沙漠，掠过川茫，不需束缚宇宙的力量，纯净的光之王啊，他建造的塔映闪着你。大地的脉搏，回响的律动，电流如河，在无形中穿梭。如今这是家人旋转在钢铁的娃娃，但特斯拉的远景仍在心上。他看见了一个自由的光之国。他说让能量自由飞翔，从高山到沙漠，越过苍茫，不需束缚宇宙的力量，纯净的光之王。尼古拉特斯拉，他
在心中闪烁，永远在我们世界里生生不息的延续。尼古拉特斯拉，他的梦仍在心中闪烁，永远在我们世界里生生不息的延续。